的是韩国，实至名归。不可能，因为这样代表韩国的 EQ 是最低的嘛。我们来看一下 VCR。去坐地铁的时候，购物买了很多东西，眼看着我就是一个旅客，我也看不懂他写的是博爱座，所以我就坐下去，然后一上车就一些阿公阿嬷就上来，直接卷报纸往我们头上打下去。我之前去韩国玩的时候，就是坐地铁，然后一个大妈想要我让她坐位置，可是我没有，因为她很没礼貌，所以我不想让她。她就直接坐下来把我挤开就算了，还踩了我一脚。韩国像之前打奥运的时候，可能有些动作打不赢我们，就会有点出一些小动作啊，可能就会恼羞成怒之类的。因为韩国人他讲话就是音量很高，然后音调也很高，感觉就是随时会受情绪起伏，然后受影响而生气。我有听我朋友就是去韩国玩，然后就说他们搭计程车的时候，就叫他们说，阿加西大叔就是带我们去哪里，然后司机也发脾气说要叫欧巴才行。韩国人真的很没有礼貌，不是你说没有耐心，直接卷报纸打你的头，真的啊！我觉得这个单位我觉得有点错误，观众们不要误会。不是，我们是亲自去完韩国的。我也去。其实有点蛮承认的。但是你前面在忙什么？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去北部啦，北韩不是南韩。在哪里？去北韩，我决定。北韩都出来了。说为什么你们在路上撞到人也都不会讲 sorry， 然后你就觉得到底为什么？你不是已经撞到一个人了吗？每个人都很忙啊，都是跟他说 sorry， 就是一个浪费时间的行为啊，就是互相理解的彼此理解就可以了。那阿公阿嬷出门为什么一定要带报纸，然后卷起来打人？你不是出门也带报纸吗？对，因为你做那个博爱座，当然是被打啊。可你又看到，当然被打。博爱座不是平常没有需要的，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啊。但是前面明明就有那个阿嬷是谁？打他的阿嬷。他能打你的头，代表身体多健康啊！跟什么一样？没有了，我觉得这有点误会。韩国并不会这样。夏和信是不是很常去韩国？我超常去韩国，我大概一年会去6、7次，然后我每次去，永远一下飞机就会觉得很想生气，因为你过海关，然后那个海关就这样。就也都没有笑容什么，然后就想说，我是有欠你多少钱吗？然后晚上我们基本上都一定会去东大门，那些人有多没耐心，你只要在那边就对啊，什么你几个逃啦，就是讲说，因为就有点骂脏话的感觉这样子，然后对，然后那些阿舅妈那些的，走路就这样把你拨开把你拨开然后想说你是怎样，路是你家的还是怎么样？对啊，为什么啊？真的，而且他们态度也很差，像那种摊贩也是，之前也是去明洞，然后因为天气很冷，我就想说要买个那个围巾来围，然后就看到一个摊贩就在卖围巾，然后就一个阿祖妈在顾摊子，然后因为我不会那个韩语嘛，所以我朋友听得懂，然后但是我们就在那边看，然后因为他的围巾叠得很高，所以变成你要用翻的，然后我们就翻了几条以后，我就请我朋友问他价钱。然后我朋友就问了以后，他就讲了一个，他用按那个计算机，就按了一下，这样就给我们大家看一下，我就看了一下，我就继续挑这样，然后他按完以后，计算机收回来，他就可以碎念。他就说翻什么翻呐，都把我东西翻乱了。但因为我朋友听得懂，就听到他讲这个，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，不要买，他态度太差了。你们韩国人为什么都不吃点镇定剂再出门呢？真的，然后我就讲说，因为那个价钱太便宜了，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不行，可是我真的好冷，我一定要买。后来我就拿了一条以后，我就想要结账，然后我朋友就跟他讲说，那我们要买这一条，然后那阿祖妈就讲说翻个老半天才选一条，就又碎念，结果我朋友就直接就用韩文跟他讲说，阿祖妈你态度很差，然后我们要买这一条，你要不要买？然后他一听到我朋友会韩文，马上态度就是谢谢，就马上态度变超好。然后就想说，这里落差太大了吧？韩国代表请解释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你的问题。我的问题？因为你只去观光景点，你不去观光景点，没有一个韩国人会对你这样。等一下，哪一个台湾人去韩国不去明洞？没有啊，很多韩国人去士林也是这样的对待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士林夜市都是很有名的观光景点，对，就是很多人挤来挤去。那个 EQ 自然而然变低啊。台湾人撞到人真的会 say sorry。那个我真承认，那个我真承认，对，我真承认。
而且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金敏斋不接这一集的通告？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我现在才知道了。而且台湾人真的，比如说买东西的时候，他真的你挑久，他会生气，他就不卖你了。不，那个韩国人他就不卖你。我们上次有讲过，凶什么？他就直接把灯关掉，整个关摊呢。台湾人不会啊。韩国的计程车司机也是啊，他们明明就不会路，不懂路就对了，然后你就跟他说你就导航，然后他就会说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啊？我就住那里，不然我要去哪里？你知道他们就是 always 就会，然后都戴老花眼镜，然后戴很久，然后这样看很久，然后就直接用讲，因为我会讲一点韩文，然后他们就觉得啊你发音不标准，你不要这样讲给我听，你这样我听不懂。你是外国人啊，他就是这样不管你。反正他那计程车司机永远动作都很慢，这样。我上次坐一个计程车司机，给他看地址啊，那个卡上面就英文的啊，他就在那边生气耶，在路边发脾气耶。哦，紧张啊！不要啊！紧张！真的，韩国稿，他就叫我找韩文给他。对，讲韩文。我去哪里找韩文给他？啊？为什么你们不能好好跟人类相处啊？应该是我觉得爱面子的问题，因为如果你遇到一个英文，但是他并不会英文的话，他觉得很丢脸，而且是特别是就是在外国人面前我不会英文，这个行为是他们觉得很丢脸，就才会自己暴怒而已，但是并不会影响你们。会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只是在韩国2年多嘛，那时候真的觉得韩国，你看他刚刚讲的嘛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爱面子，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是。爱国心，但是他们的爱国心歪掉的爱国心，而且完全没有风度。比如说，其实运动的时候，他们的 EQ 超低的。比如说棒球比赛好了，那棒球比赛，而且他们对日本就是很想要赢那个感觉。然后有一次是棒球比赛，韩国赢的嘛，哇，他们就是开心的不得了，然后都是没有握手，就直接走掉。我也是啊，我在韩国，如果在韩国有比赛，跟韩国人打，永远都打不赢他们。就包括裁判，包括观众，都是只会支持韩国。对，然后有一次我在美国跟韩国的也是世界冠军打，然后就是我赢了，那我很开心哦，就是那个观众也是要拍手啊，很棒啊。然后就是我就解释说我要去握手的时候，不见，说不定他也知道你的手到底是碰到什么障碍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温度你要 EQ 高一点，有可能他有急事啊。急什么？他有可能想尿尿，忍很久了。韩国人比赛完也急，看完电影也急，走在路上也急，上高铁也急。对啊，有可能啊。江勋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一集你其实有点吃力？超吃力的，没有一个好话。其实我到底韩国人为什么经常要生气？到底是你们压力大还是怎么了嘛？没有，其实韩国有3个，就是爱面子，以后企图心。我觉得这个，你还有一个啊，自己讲到忘记。爱面子跟企图心跟爱国心，我觉得这3个点就是让韩国人变成不是 EQ 低了，其实对韩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但是没有在韩国没有，对呀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上次我们去餐厅，然后我们就一群人进去嘛，然后呢，他就说上一个他们的店员来2个人嘛，一个呢就是会讲中文的，然后就说我们几个人呢，那我们把这个桌清干净，等一下你们就可以你们这一桌就可以给你们坐这样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说好，这一桌可以坐，我们就要坐过来了嘛。一个韩国人对，就把我们推开耶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他就是韩国人，就是会直接卡来秋来，就是会推你那一种，他不会说不行哦，等一下我们还没清干净，怎么没有？他就是还没出去，就是这种态度。你知道，想说他对本国人也会这样吗？不知道，会吗？真的拿扫把的那个阿嬷都会打人呢，就是你站在那，他扫地他就这样走开这样子哎，好痛。然后就想说怎么样，我站在这里，等一下再扫不行。他们真的会肢体接触的那一种。你现在外套脱掉，湿水我比较清楚，有点热。其实你现在是不是很恨金敏斋？我现在开始不会吃力了，就是我直接承认好了。以后我讲那个故事，因为其实韩国人真的 EQ 蛮低的。其实，因为之前我就在搭丘，也有之前就是在路上看到一个情况，因为很多人在那边，也有警察也来了，因为我就是很好奇，就想去旁边听听看。结果呢，在釜山发生的事情。就是在釜山当地人跟大邱就是去旅行的人在那边开车，在路上好像吵架，然后呢，那个釜山人直接开到大邱去找他，
下车跟他打架。釜山开到那个大邱对，釜山人那个气太大了，所以是跟着大邱那个后面追车。那是多远的距离？2个小时多。哇！没有远哦，重点是还要跑高速公路。他的气可以2个小时不消哎。然后他们下车开始打架，真的是这是韩国的事实哎。对啊。